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懒。在日本呀，每15分钟就有一个人孤独离世。更可怕的是啊，去年有42000具遗体无人认领，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了。这不是开玩笑啊！根据2024年日本官方的数据，一年下来啊，有21856个人是孤独离世。那平均下来是不是正好15分钟一个呀？这还不算是最让人心里面咯噔的啊！2023年有将近42000具遗体，因为实在是找不到家属来认领，最后只能由政府出面给烧了。这意味着每100个离世的人里啊，差不多就有3个人是查无此人的，没有人来送最后一程。咱们今天就来扒一扒啊，这背后它到底藏着啥故事？日本有个叫规则范行的人，他是专门处理孤独离世现场的清扫人员，他的手机里存着好几十张打了码的照片，那都是他干了10年亲眼见过的各种现场。让他这辈子都忘不了的是2024年冬天碰上一个活，在东京丰岛区一栋特别有年代感的老公寓，估摸着得是70年代盖的。402室住着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邻居跟他们说感觉有3个来月没见过老太太出门了。一开始以为是回乡下闺女家了，但是这个时间一长吧，加上楼道里若有若无的那股子味儿，大伙心里面就犯嘀咕了。规则他们敲开门的时候一股没法形容的味儿就冲了出来。他说那种感觉就像你把一堆熟透了的水果扔在了又湿又闷的地下室里，放了好几个月，发霉腐烂混在一起的那种味道，直冲天灵盖啊！屋里的景象更是让人当场窒息啊！20多个大垃圾袋从门口一直堆到了客厅，把路都给堵死了。吃剩下的纳豆盒子、各种饮料瓶儿、发了黄的旧报纸一层是压着一层。规则他们得跟考古似的，拿个小铲子一点一点把这个垃圾往外清。清了半天呢，才在卧室的被窝里找到了那个老太太。最让人揪心的是啥？在老太太的床头柜上压着一张明信片，看样子是写好了，但没寄出去。收件人呢是她那个10年前就搬到乡下的闺女。谁也不知道这张小小的卡片上老太太到底想跟闺女说点啥。这答案呢就跟着她一块永远的埋葬在那间屋子里了。这种事呢在日本早就不是个例了。你想想2024年全国有253具遗体是在屋里面待了整整1年才被人发现的。我的天呀，1年呢！这意味着啥？春夏秋冬一个轮回，他们就静静的躺在那儿，直到第2年水电工来查表或者是房东来收租，才偶然发现了他们。这还不光是老人的事在关西那边有个事更荒诞，一个40多岁的前 IT 工程师，当年可是人中龙凤年收入2000万日元，换算过来差不多100万人民币了，绝对是社会精英后来不知道因为啥失业了，得了抑郁症，就把自己彻底关了起来。他住的还是个27楼的高级公寓，视野特别好的那种。从此呢，他的世界就剩下了2件事：网购和囤垃圾。饿了呢点外卖，渴了喝网购的饮料，快递盒子、外卖餐盒堆得满屋都是他就这么日复一日的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孤岛。最后怎么被发现的呢？是因为他家的热水器坏了，导致整栋楼都停水了，维修工怎么敲门都没人应，最后只能破门而入。进去一看这大哥呢就蜷缩在堆满了漫画书的沙发上，身边呢全是没拆封的快递和早就过了期的抗抑郁药，人呢早就没了，尸体都腐烂变形了。你说讽刺吧？一个曾经连接整个世界的 IT 精英，最后却以最与世隔绝的方式跟这个世界告别。这些无声的死亡留下的不光是这些悲惨的故事还有一笔笔实实在在的账单。你想一具遗体没人认领，总不能放着不管吧？2023年日本地方政府处理一具这样的遗体，火化、临时找个地方安葬、核实身份，一套流程下来平均要花费12万日元，差不多6000块钱。那1年下来呢，光是这项开支就超过了50亿日元。当一个人的死亡不再是亲人的悲痛，而变成了一件需要去花钱去清理的垃圾时，这个社会的温度是不是也跟着这些遗体一点一点的凉下去了？一说起这个孤独离世，咱们脑子里第一个蹦出来的
肯定是白发苍苍、行动不便的老人形象，对吧？觉得这是老年人的专利。这要是搁以前啊，可能还真是。但是现在呢，2024年的数据啊，啪啪打脸呀！全年21000多名孤独离世的人里啊，65岁以上的老人占了72%，这确实是大头。但是你再看剩下的，将近30%啊，是15岁到64岁的劳动人口。对，你没听错啊，就是这些正当年天天上班打拼的这波人。再把这年龄段掰开揉碎了看啊，你猜猜哪个年龄段最多？不是7老80的，是50多岁的，有2740多人。其次呢是40多岁的755人，甚至还有30多个30岁以下的年轻人。这更扎心的是啊，在那些死了8天以上才被发现的人里啊，男的呢占了整整80%，成了绝对的高危群体。为啥这些大老爷们儿，尤其是中年男人更容易走到这一步啊？东京大学有个社会学家叫山田智子，他研究这事儿就发现了一个关键点，叫耻感文化。其实说白了就是日本社会对男人的期望太高了。从小到大，社会就会给你灌输一个观念：男儿当自强，你得坚强，得独立。那最重要的一条是不能给别人添麻烦。你想想，在这种文化下，一个男人要是碰上点事儿，比如这个中年失业了，老婆孩子跟人跑了，投资失败，欠了一屁股账，他会怎么办啊？他第一反应啊，不是找人帮忙，不是哭天抢地，而是忍着呀。他觉得跟亲戚朋友开口丢人呀，找社会机构求助更是奇耻大辱。我自己能行，我不能让别人看笑话。就是这种想法啊，让他们把自己一层一层的包裹起来，建起一道高墙。墙外面呢看着风平浪静，墙里面可就洪水滔天了。咱们在电视剧里经常可以看到的情节啊，中年男性在一家公司干了快30年，兢兢业业，结果呢因为这个公司的效益不好被优化了，他每天呢还是西装革履的出门，拎着公文包假装去上班，其实呢就是在这个公园里坐一天，或者在图书馆里耗着。为啥呀？他不敢告诉老婆孩子呀，怕他们担心，更怕他们看不起自己。这时间一长呢，存款花完了，跟家人的交流也是越来越少了。他觉得自己像个废物，被这个社会彻底抛弃了。最后呢，可能就是在某个普通的下午，心脏病突发，倒在了那个只有他一个人的出租屋里。等这个邻居闻到味儿报警啊，可能都过去半个月了。你看，他们不是老了才孤独啊，而是在年富力强，本该是家庭顶梁柱的时候，就已经被社会给静音了。这种孤独啊，比老年人那种啊，可能来得更猛烈，也更绝望。那聊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啊，这到底是为啥呀？日本人咋就活得这么惨呢？这事儿吧，它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它就像一个巨大的绞肉机，是由3把大刀片子一起转，慢慢的把普通人给卷进去的。这3把刀呢，就是人口结构、贫富分化和阶层固化。咱们得先说第一把刀啊，人口结构。日本是啥呢？是超级老龄化社会。2024年啊，老龄化率啊快到30%了。啥概念呢？就是你走在大街上，随便看3个人，就有1个是老人家，那另一边呢是没人愿意生孩子。同一年啊，日本新生的小儿数量第一次掉到了70万以下，创了120多年来的新低。总和生育率1.15，就是说啊，一对夫妻平均连1个半孩子都生不到。这人口呢，不就注定了要往下掉吗？人少了就更没人结婚了。2020年呢，日本男的不婚率啊超过了28%，女的也接近18%，加起来啊，快一半人啊可能一辈子都在打光棍儿。尤其是在北海道那种乡下的地方，有个镇子调查了一下，50岁以上的男的啊，超过40%都没结过婚。说完人口呢，咱们再来看第2把刀，贫富分化。这事啊得从上世纪90年代说起。那会儿啊，日本经济跟吹气球似的，老厉害了呀。然后砰的一下，泡沫破了。为了救经济啊，政府就开始疯狂的降息。这下可好，打开了贫富差距的潘多拉魔盒。为啥呢？你想啊，利息低，谁最开心啊？有钱人啊，他们家里面有房子、有地、有股票，拿这些东西去银行抵押，能贷出来大笔的低息贷款。然后呢，再拿着这笔钱再去投资，钱滚钱，跟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那普通老百姓呢，没有家底，没有资产，啥也抵押不了。
了，就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那点死工资被不断上涨的物价和房价稀释掉，手里面的钱呀越来越不值钱了。日本有个数据啊，1985年的时候，高收入人群占总人口的7.4%，中产阶级占了60%，是社会的大头。到了2018年，你猜怎么着？有钱人比例超过10%，中产阶级掉了54%，那消失的6%去哪儿了？都掉到下层去了。现在日本有超过30%的员工都是非正式员工，说白了就是临时工、合同工，他们的工资啊可能只有正式员工的一半，而且啥退休金、医疗保险通通没有啊！今天有活干，明天就可能失业。这种朝不保夕的日子啊，让他们怎么敢结婚啊？怎么敢生孩子？怎么敢跟人建立深入的联系？连自己都顾不过来，哪有精力去管别人啊？最后一把刀也是最让人绝望的一把。阶层固化。咱们看《名侦探柯南》的时候，里面有一句台词说，政治家的儿子会成为政治家，银行总裁的儿子会成为银行总裁。这在日本啊，不是动漫，是现实。东京大学搞过一个研究叫代际流动，结果发现啊，如果一个人的爹呢是正式员工，那他自己成为正式员工的概率高达75%。那如果他爹是临时工，那他混成正式员工的概率啊，可能连20%都不到。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话听着很难听，但是现实啊就是这么残酷。好的资源、好的人脉、好的机会，全都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普通人家的孩子啊，哪怕你再努力，996拼的吐血啊，可能也只是在原地打转。稍微碰上点挫折，比如生个大病啦，或者是公司倒闭啦，就可能一下子跌到社会的最底层，再也爬不起来了。当这个努力啊不再有回报，当这个奋斗失去了意义，很多人就选择了放弃啊。他们不再挣扎了，不再社交了，把自己缩进一个壳里，孤独呢就成了他们对抗这个绝望世界的最后一块盾牌。那聊了这么多啊，日本的孤独离世危机其实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所有正在变老的社会的共同困境。咱们的中国啊，也正在快步进入老龄化。那这些问题啊，咱们迟早也得面对。怎么破这个局呢？首先呢，肯定得靠政府啊，你得建立更完善的独居老人、独居者的监测系统吧，不能等这个人都没了，发臭了才发现，或者是搞个邻里互助的小组，年轻人呢帮这个老年人跑个腿儿，老年人呢帮年轻人看会儿孩子。但是光靠这些呢还不够，更重要的是啊，是咱们每个人得重新找回那种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连接。咱们现在啊都太忙了，忙着赚钱，忙着刷手机，住在对门的邻居啊，可能住了好几年，连姓啥都不知道。我们能不能从现在开始啊，做一点点小小的改变？比如呢，下次在楼道里碰到邻居啊，别低着头就过去了，笑着打一声招呼。看见社区里有独居的老人，多聚嘴，问问他身体还行吧，有啥需要帮忙的，言语一声。那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可能就能在他的心里点亮一盏小小的灯，让他觉得呀，自己还被这个世界牵挂着。说到底呢，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咱们每个人啊，都渴望被看见、被关心、被记住。没有人希望自己奋斗了一生，最后在寂静中离开这个世界，更不该成为一具无人认领的遗体。让不被遗忘呢，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底线，让每一个生命，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贵，都能在这个温暖中有尊严的落下帷幕。这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也是咱们从日本这场无声的悲剧中啊，最应该学到的一课。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了，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